好的，那 GDP 和就业市场没有问题。那最近美国的通膨好像又出现了一点状况，那这怎么说呢？财讯美股笔记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嗨，大家好，我是 Francis 陈队。前几集我们有提过，美国非农数据和 ADP 是呈现落差的状态，所以呢之后可能会进行调整。结果呢，最近公布的4月非农数据只有 17.5 万人，远远呢不如市场预期的 24.3 万人，而且呢还将前2个月的数据下修了 2.2 万人。疲弱的非农数据出来之后呢，马上呢就让市场掀起了上涨的声量。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会透过4大面向来确认美国的经济状况，同时呢也会持续分享艾谢克的论点哦。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面向，也就是美国第一季的 GDP 公布的数据呢是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1.6%。有些人认为呢，拉低 GDP 主要的原因呢是大量的进口导致的。另外呢，连续2季负贡献的库存结构暗示着美国呢还会持续去化库存。在美国内需动能持续维持的情况下，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回补库存的需求哦。不过呢，这里头呢也有令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像是商品消费在首季呢出现了负贡献。换句话说呢，美国的内需消费呢全都仰赖服务业来带动。还有呢，不含库存的民间投资项目呢，虽然贡献了 0.91% 的增长，但是呢，其中呢只有 0.39% 呢是非住宅投资，也就是呢有将近 60% 的增长呢是由民间住宅所带动的。那这样的数据会不会让人觉得有点担忧呢？其实呢，观察首季经济表现的方式，并不是透过季节调整后的年化增长率的 SAAR 数据，因为美国冬季效应造成的影响呢很难评估，所以呢，我们要改用传统的年增率 YOY 来检视。那如果我们从 YOY 来看美国第一季的 GDP， 那就会得到答案了。GDP 实质年增率呢高达了 3%， 所以就算我们拆开细项来看呢，也很难挑剔这份既平均又强劲的报告。我们可以从图表中看到呢，不管是民间消费增长、商品呢，或是服务增长、民间投资、住宅或是非住宅投资等等呢，所有的项目呢，竟然都呈现 2%到5% 的实质高速年增长。这样呢，也代表说呢，金发少女的经济扩张呢很强劲，景气成长期呢是现在进行式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面向，也就是节目刚开始我们有提到的就业报告。我们一样呢，从图表中来找答案。非农呢远高于 ADP 的情况呢，已经长达了8个月，而且呢，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呢，这2个数据呢，最终呢还是会趋于一致。所以呢，3月的数据下修呢，应该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几个月呢，非农持续走弱的几率呢不低。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图表3里，非农的时薪年增率呢也有明显的下降。那这个呢是从2021年6月份以来呢第一次跌破 4% 增长的情况。那表示呢，从薪资带动的这轮通膨循环呢已经接近尾声了。虽然说呢，非农数据走弱有利于联准会实施宽松的政策，但是呢，如果就业市场过度疲软，甚至呢陷入衰退，那可能呢也不是什么好消息。那我们有必要担心这样的情况吗？艾谢克认为，非农未来走低只是统计上的校正回归而已，不用太紧张哦。那我们来对照一下其他的就业数据。图表2里呢 ，ADP 民间就业在过去的几个月其实呢没有特别走弱的趋势。另外呢，3月的 JOLTS 新开职缺呢还高达了848万人。那图表3里呢 ，JOLTS 非农裁员人数呢也没有出现异常。那再加上初领失业金和临时失业人口呢，也都在低档徘徊。这些呢都显示就业的运作呢是非常良好的，还会是经济扩张的基石。好的，那 GDP 和就业市场没有问题。那最近美国的通膨好像又出现了一点状况。那这怎么说呢？在我们进一步分析之前呢，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呢按赞和分享。那同时呢，2024年呢也是财讯的50周年。不管您是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或是针对您喜欢的哪一集留言来赞助我们，都能让我们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哦。
那第三个面向，我们持续来追踪通膨的状况。那原本大家认为通膨呢已经开始趋缓了，但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呢，3月份呢还是高达了 3.5%， 距离联准会的目标区间呢还是有段差距的。而个人消费支出年增率 PCE 呢，在3月的数据呢，虽然呢是在 2.71%， 不过呢 PCE 和 CPI 这两个数据呢，3月的年增率呢都比2月年增率要高一点。那这就让市场开始担忧啦，那是不是通膨呢又要恶化了呢？那针对这一点呢，如果我们从月增率的角度来看呢，就可以看到 CPI 的3月月增率呢是 0.38%， 而 PCE 呢则是 0.32%， 这两个数据对比2月呢都是呈现下滑的状态的。也就是说呢，虽然年增率的数据呢是呈现增加的，但是呢，整体通膨的趋势还是在慢慢减缓当中哦。如果呢，我们仔细来看图表呢，可以发现2022年下半年开始呢，整体通膨的月增趋势呢就已经开始明显的放缓了，长线的趋势呢也渐渐呢朝着疫情前的水平靠拢。那如果呢，我们再搭配中国3月的 CPI 年增率只有 0.1%， 还有生产者物价指数出现 -2.8% 的衰退来看，那么美国呢整体物价呢会有一定程度呢受益于中国的输出通缩，毕竟呢美国3月进口物价年增率呢也只有 0.36%。综合来看呢，美国目前的通膨上升风险呢已经大幅的降低了，联准会呢在今年第3季启动降息循环的几率还是很高的。那最后一个重要的数据，我们来检视美国的进出口数据呢。美国最新的3月进出口数据显示呢，进口增长呢是非常快速，已经重新回到了 3% 这个睽违一整年的水位了。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拉动美国进口的2大区块，分别呢是资本财进口 7.39%， 还有呢消费品进口 4.08%。这两项数据呢占比呢各是1/4。因为呢，这两个数据呢，3月呢都比2月份还要强，再加上连续2个月增长的汽车进口呢，几乎呢可以确定，今年美国第2季不管是民间消费呢，或是投资前景呢，都是非常乐观的。那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在第28集呢里面有说过，我们预期联准会呢将会在今年的年中开始释放出放缓缩表的讯号，而且呢会在今年的第4季呢到明年的2025年的第1季正式的结束缩表。那对到4月份的 FOMC 会议，联准会主席鲍尔也宣布，将会从6月呢开始放慢缩表的速度，每个月的公债赎回呢上限呢从$600亿降到呢$250亿。可以说当时艾谢克的推论现在看起来是很准确的哦。那为什么联准会有这样的决定呢？其实呢也不难理解，如果按照目前缩表的速度，欧洲央行呢将在今年第4季，美国联准会将在明年的第1季，资产负债表占 GDP 的比重就会低于疫情前的水平了。那所以呢，为了提供市场足够的流动性，适当的放缓缩表呢就会是有必要的事情了。从图表中可以看到，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对应 GDP 的比重，过去的2年呢已经呈现下滑的趋势。那即使呢是持续扩张的中国和日本，上升的情况呢也不明显。未来随着美国的经济持续成长呢，就会进一步加快联准会资产负债表占 GDP 的比重的下滑。那这样一来呢，美国联准会和欧洲还有其他主要的央行，最终呢结束整个 QE 缩减的机制，就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在那之前，投资人真的不要被市场的波动给冲昏脑袋，还是要持续把握回档修正的机会，择优布局，静待未来的收割，才会是今年最该持续的策略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财讯粉丝们，您认为最近的数据该从多空哪方面来解读呢？ A. 看多，美国经济成长动能强劲。 B. 看空， GDP 不如预期，通膨恶化。 C. 无法判断，还需要更多的资料。那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